才知道，原来这不是梦，白修罗真的回来了，我儿子有救了。怪力乱神，敢对县主扯谎，我看你是想挨板子了。你说，白修罗回来了？是。他出现过，后来又离开了。是。我福宝没有第一时间追随白修罗，不知道神仙到底是什么时候出现的，但他消失是在2年前。是了。2、3年前，宫中确实有过白修罗的传言，有说为自己消了灾，有说为自己治了病，但只是宫人内侍之间，并不盛行。宫中对这种事很是谨慎。内司伯担心有人私行巫蛊或聚众筹谋，派人去查过，但发现那些所谓的信徒大多只是机缘巧合之下受了些恩惠，并无什么歪门邪道，也没生过什么事端，只让我们小心留意，别再起什么风浪就是。这么一说，我也想起来了，宫中常有类似捕风捉影的流言，神神鬼鬼，最终也都不了了之，很快就被新的怪谈取代。也就过了大半年，白修罗便无人再提起了。白修罗是真的，白修罗是真的，只要你诚心信佛，你想要什么他都会给你。你怎么知道是他帮你达成所愿？他会在我的梦中实现。说我想要的，过不了几日，就会得偿所愿。2颗人参子只够用7日，那之后呢？是白修罗让你去蓬莱池边挖窦昭元的玉兰的。药快吃完了之后，我心里也忐忑。我不知道白修罗还会不会再出现。感念白修罗慈悲，当天夜里，他又进我的梦里，给我时间。他告诉我说，让我第2天到蓬莱池边等待，到时会有向导指引我去找人参子。我第2天到了蓬莱池边，绕了一大圈，我心里也在打鼓。这光天化日之下，白修罗怎么给我指示？直到了我听到了一声特殊的鸟叫，我一眼便看到了那只漂亮又夺目的白鹦鹉。我知道那一定是白修罗给我的指示。可是白日里蓬莱池人来人往，我不敢轻举妄动，我只能记住鹦鹉所在的位置，在夜里四下无人时才敢去寻找。白修罗撑不起我果然找到了人参子，也因此毁了窦昭元的玉兰树。我本来想等风声过去了再说，可是我孩子的病等不了，而且就算窦昭元内业局已经开始调查了，白修罗也依旧为我留了药。我知道这是铤而走险，可我没有办法。我要救我儿子的命。只要你诚心的信奉白修罗，你就一定会得偿所愿。向来只有我们辜负他，白修罗从来都是一直在保佑我们这些穷苦、可怜的人。这次，我定然不会再让他离开。如何不让他再离开？虔诚。那白衣人就是白修罗？是。是男是女？什么模样？神仙本就是男女一体，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又怎能看清他们的样貌？白修罗之前视线之时，萨摩多罗来了来了，说吧。我家那口子
最近有没有和那个小骚货来这吃饭5文钱包打听。我给你10文。之前来吃过一碗面。什么？这个臭不要脸的，死心不改，看老爷回去怎么收拾他。我觉得这事儿啊，你也别太往心里去。男人嘛，谁还不会有点死老外，嫌最近日子过得太舒坦了是不是啊？那2口子要是在店里掐起来，你端着呀？三毛！哎呦，我的炮爷，您今儿怎么有功夫亲自来视察我告诉你，别想躲，老娘跟你没完！吴王府昨晚设宴，老大和子苏都受邀了。什么宴会？有个叫阿史那都的突厥王子送了吴王一个千年太岁。哦，这个吴王呢就想献给陛下，没想到王府侧室夫人横死，结果呢就把我老大生生搁里头了。说是那侧室夫人被太岁所杀，你们说邪门不？李少卿，你能替本王查案吗？只能劳烦王爷派人盯紧每一个赴宴之人，因为能在王府中自由走动、不受约束的人，都有可能是凶手。去，照办。是。王爷，阿史那都已派人严加看管。王爷，王爷，臣妾早就跟您说过，那是邪灵之物，根本不是什么灵丹妙药。送王妃回别院。王爷，王爷，阿史那都为何向本王进献太岁？别以为本王不知道。王爷，臣妾是冤枉的。带他下去。相信臣妾。带他走。王爷。李少卿，这件案子就拜托你了。飞白，他会协助你们的。是，下官定当竭尽所能。本王先回了。李少卿，这个库房四面都没有窗户，我们派了4个仆人把守，2个时辰换一次。刚才下官也问过仆人，除了张夫人的婢女明月硬要他们离开入乡的时间外，再也没有离开过。官人饶命，是夫人让我这么做的。什么意思？夫人近来体弱多病，之前听说太岁有延年益寿、永葆青春的功效，便动了私心来偷吃。因此，他叫我支开仆人，自己偷偷来到库房。哦，小的记得，王妃之前劝过张夫人别打太岁的主意，2人为此发生争执。后来还是令长史过来将2人劝好的。啊，确实如此。保护好现场，将尸体送往大理寺。啊，是。让萨摩跟我去办案。他是你大理寺的人，还是我凡社的人？反正你店里生意也不怎么好。哪只眼睛看见我店里生意不好啊？开个价吧。
我这个月的俸禄已经花完了，等这个月过了再付款。3份利，成交。哟，大仵作，吃饭呢？一块儿吃啊。行吧。哎，这什么？水蛭啊。你从哪儿来的？从张夫人鼻子和下体取出来的。要不要加点酱汁当刺身吃？谭少燕，你现在口味越来越重啊。那个，对了，那个尸体验的怎么样了？老大问。我已经验过了，死亡时间是在昨晚的戌时左右。死因呢？应该是被击晕之后，大量的水蛭同时叮咬，造成失血过多而亡的。从这个创面的数量上来看，应该有上千条之多。但是，这些水蛭有点奇怪，叮咬的都是血脉密布之处。哦，这些小家伙还挺凶残啊！哎，那个死者是什么时候被发现的？20时。我能看一眼尸体吗？随便。那个，你先吃饭啊，一会儿让老大他们过来看。你怎么看一眼就走了？那些水蛭是物证啊，你别真给吃了。王爷，听说当天宴会开始前，您与令长史独处了1个时辰。正是。当时我和飞白先去查看了一下贡物，之后又来到书房里喝了一点酒。谁知道本王困意上来，便让飞白看着时辰，小憩了1刻钟。王爷是什么时候睡的？下官记得应该是戌时3刻。没错，本王当时还特意看了一眼漏刻。此事还烦请李少卿不要在朝中宣扬。请王爷放心。那就好，辛苦各位了。本王还得处理一下张夫人的事，暂且失陪了。吴王点儿真背啊！你看这吴王呢，年轻的时候就死过2妾，这人呢有权有势有啥用呢？所以，废话那么多。听说现在嫌疑最大的是王妃，有杀人动机吗？没错，她是外域人，遇刺的大婚。自从侧妃张夫人入了王府后，深得宠幸，此后王妃便一直幽居在流霞别院。与其说别院，倒不如称其为冷宫，更为确切。那咱便去会会这个被打入冷宫之人。李少卿，请恕素衣瞒报之罪。昨日王爷将他送回别院后，王妃就悄然离去，再也没有回过王府。那你最后一次见他是什么时候？你要是敢说谎，李少卿会把你关到牢里去。素衣绝对不敢欺瞒李少卿。昨日宵禁之前，王妃找我借了套衣服，说是要去西市一个叫什么七贤的客栈，这剩下的我就不知道了。那女子和一个突厥男人在房中大吵大闹，折腾了一晚上。之后他们2人还出去过吗？那个女子争执过后就独自离开了，
那个突厥人好像叫阿史那都。我求你不要再缠着我了。云舒，我这就带你回突厥。我们已经不可能了。你肯定有难言之隐，你告诉我。没有，我以为人父。阿史那都，你别再逼我了，这不是爱，是占有欲。可是我爱你啊！我就听到这些。有发现吗？没什么有用的东西留下。放开我！放开！本王是被冤枉的。本王没有杀人。没问你话的时候不能开口。案发后，王妃换了婢女的衣服前去找过你。没错。她为何要去找你？我和云舒多年前就已经相识了，而且早在她被你们皇帝赐婚之前，我们就已经私定终身了。在七贤客栈，我想让她跟我走，可是云舒。那日王妃去过七贤客栈后就失踪了，你知道她在哪里吗？她不见了。难道不是你伙同王妃一起杀了张夫人吗？那个什么张夫人，我见都没见过，我为什么要杀她？这次来大唐，我只不过想把云舒带走而已。你们一定要找到云舒，求你们了，求你们。把他押下去吧。那你现在还觉得是他伙同王妃杀了张夫人吗？难说。你审不出，我接着审吧。彼黍离离，必稷之苗。彼黍离离，必稷之苗。行迈靡靡，忠心摇摇。行迈靡靡，忠心摇摇。知我者，为我心忧；不知我者，为我何求？你们回来啦！李治，你认识了这么好的朋友，应该早点介绍来认识认识嘛。李少卿，看人家多有礼貌。我平时也很有礼貌，好不好？怎么不夸我啊？懂不懂什么叫不怕不识货，就怕货比货啊？哎，别说，你们真的很有共同之处。哪里？口味重啊？因为喝茶也要加很多盐啊。好了好了，我去给你们准备些膳食。哎，萨摩。李少卿，你这个香囊戴很久了吗？萨摩，令长史，那个萨摩多罗有点奇怪的癖好，见谅啊。你这个香囊哪儿来的？这个香囊是我在西市胡商那儿胡乱买的。这个里面的药物可招虫子了，建议你不要再带了。是吗？来给我。哎呀，难怪我最近老招虫子。令长史，你是查到什么了吗？啊，回李少卿。飞白从素衣口中得知，王妃有一个腰坠，一直舍不得离身，但如今却留在了梳妆台里。此事略有蹊跷。这玉坠有什么来历？玉坠是王妃出阁之前便有的，花纹特别。有什么特别啊？啊，一看便是突厥之物，而且阿史那都也有一个。令长史跟突厥王子关系很好吗？啊。我二人此前算是点头之交。他被捕之后，吉隆可汗震怒，派10万大军驻扎我边境，逼大唐交人。倘若不交出突厥王子，他们便要派兵南下。这案子再不破，恐怕两国交战在所难免啊！萨摩，我们一起重回命案现场。
当晚，除了在府内其他地方的几个小厮没有出现以外，其他与张夫人密切来往的人，都有不在场的证明。李少卿，当晚值守的几个仆人都带过来了。你们几个一会儿好好回答几位官人的问题。是。当晚，除了张夫人的婢女明月叫你们出去，你们再也没离开过。是的。那天晚上可有什么异常？没有什么异常，只是确实听到了什么东西被打翻的声音。当时小人还以为进贼了呢。我们过去查看，发现对面杂物间的窗户破了个大洞。那张夫人是什么时候离开的？不知道。到对面杂物间看看。令长史，你带仆人先下去吧。李少卿有何吩咐，尽管唤我便是。摔着啊！提审时，阿史那都亲口承认，曾在长安附近置屋，以便与王妃幽会。看来，就是这里了。子苏，一会儿这样啊，一会儿我数1、2、3，我一踹门，你就冲进去啊！哎，凭什么是我先冲进去啊？那这样啊，我数1、2、3，你推门，我冲进去。预备，1，哎！别进来！怎么了？那个吴王妃死了啊！去哪儿了？查案。紫苏和三炮托人带了个口信，说他们在一个叫什么的地方发现了吴王妃的尸体。有详细位置吗？地图，给我。这种钱你也赚？给你。难怪萨摩跟你一模一样。哎，我可只说了一句话，关我什么事啊？死者死前曾被绑在了椅子上，导致手腕、脚腕处有紫色的淤青。死者的头部被钝物击打过，但这并不是最终的死因。真正的死因应该是肺部的那一刀，刀口形状奇特，像是某种抑郁病人所致。能知道这个小屋的人，一定是对阿史那都和王妃都异常熟悉的人。能在吴王府中杀害张夫人，而又绑走王妃的，必定是对这二人十分熟悉的人。我觉得你想到的跟我想到的是同一个人。对，但是问题，他是怎么做到的？杀人动机又是什么呢？我总觉得哪儿不对，可是哪儿不对呢？我们只能再去趟吴王府，但愿能赶在证据被毁之前找到。当时他们二人就在这个房间里喝的酒。没错。中途可否有人离开过？并没有，除非他二人串通，制造假的不在场证明。哎，你们看，这吴王就是财大气粗啊，这漏客都是用酒做的。啊，没错，是酒。
大理寺查案。几日前，吴王府参加夜宴的官员，是不是你们驿站负责接送的？正是。你可记得当夜发生过什么不寻常的事吗？当然记得了。记得当日一位官员差人把马匹送回来的时候，身上竟然有好些个水蛭。你确定是水蛭？啊，小人比谁都心疼这些马儿。那位官人是不是在宴会上偷偷将小锥儿弃沟里去了？送回来时，马身上钉了好多水蛭，个个又肥又大的，真是心疼死我了。哎，是哪一位官员啊？这个，不是，老大，你们到底是发现什么了呀？这陛下给了3天的期限，马上就到了，咱咋还在这喝茶呀？如今，已经能破了他的不在场证明。杀人动机究竟是什么呢？这有什么是什么的呢？杀人动机无非就2点：一，钱杀；二，情杀。前者关系到利益，后者关系到情感。钱虽不算多，但是它够用啊。情，他与这2个女子也很难有感情纠葛。老大，这情杀又不一定非在男女之间。哎，你们还有心情在这儿喝茶？不是说给你们限制的时间已经到了吗？就这几天啊，突厥士兵已经袭击了一个小村子。放话说，倘若阿史那都那儿有1根毫发损伤，他们将一路南下。哼，你还笑得出来啊？三胖，你真是个断案高手。案子破了，我知道动机是什么了。我破的案？这个案子从一开始就指向阿史那都，一旦阿史那都被杀，突厥和大唐的战事就在所难免了。糟了！来人呐！本王没杀过人，快放我出去！云舒，你放心吧，待我从这里出去以后，我就去找你，把你带回突厥。我们此生再也不分开了。王子，您的饭来了。最后一顿，吃了吧。滚！出去！那您喝点水吧。令长史，想不到你还是一个会操纵重置的伽罗师啊！官人，小人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还演戏呢？被自己培育的水蛭吸血，感觉很爽吧？你口重，喝茶都放盐，就是为了抵御水蛭吧？你们这是血口喷人！别忘了，夜宴当晚，下官可是有不在场证明的。在晚宴开始之前，王爷不是曾经小憩了1刻钟吗？1刻钟？
吴王府的书房到仓房的路上，来回便不止1刻钟，我有何时间作案？把东西抬上来吧。那天晚上，你与王爷在书房里对饮，你的座位应该是离这个漏客最近的吧？你在事先带来的酒里就动了手脚，让王爷昏昏欲睡，主动提出小憩。王爷睡前看到漏刻是虚时3刻，睡后看到是4刻，他自然就会以为自己只睡了1刻钟。可你应该事先将酒倒入了漏刻当中，漏刻显示为虚时3刻，很有可能才2刻不到。你杀死张夫人，赶回书房，再用酒杯将多余的水舀出即可。令长史，难道你没闻出这漏刻里的水有酒的味道吗？我不知道你在胡言乱语些什么。仓房对面的储物间里有个蜡烛制作的岩石机关，丝线的一头绑有重物，时间一到，蜡烛点燃丝线，重物自然就会将窗户打破。我曾经问过吴王妃的仆人，当时也是令长史告诉张夫人这个太岁的奇妙之处吧，而张夫人果然信以为真，以为吃了太岁，她就能够延年益寿，永葆青春。这是世间女子的贪念。你和张夫人约定好了作案的时间和步骤，你先去了对面的杂物间做好机关，然后张夫人命明月将看守支开后，你们便可以趁机潜入库房。当张夫人正欲享用太岁时，你趁机将其杀死，而蜡烛机关触发后，看守自然会跑到对面去查看，这样你就有了逃离现场的时机。负责接送官员的一族也告诉我们，宴会当晚，令长史所乘马车的马上发现了水蛭。而且据他们所见，发现的水蛭十分的肥硕，那是迦兰特有的银鞭蛭。这种水蛭需要用人血孵化，吸血极快。你身上随身带的那个香囊，一闻便知是伽罗虫是用来育虫的。你为了伪造太岁吸血的假象，将夫人打晕之后，便驱使大量的银鞭蛭吸张夫人的血，导致张夫人流血过多而亡。说来说去，纯属臆测。我与张夫人平日里素来无冤无仇，我为什么要杀她？你假托太岁杀人，再嫁祸给突厥王子，圣上下令将其收押，如你所愿，突厥必然被激怒而出兵。我推测，吴王妃应该就是看破了你的秘密，才被你残忍的杀害了吧？你说什么？云舒死了？是的。他死在了山谷的那个小屋中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告诉我！我那么的相信你！放开！放开！说说吧。王妃无意间发现了我与突厥的密信，我只能暂时囚禁她。王妃，只要你乖乖的待在这儿，我一定不会杀你。我不明白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明白又如何？你这么做，只会引起大唐和突厥纷争。难道兵连祸结，白骨路易才是你真正想要的吗？长史，令长史，现在收手还来得及。你跟我说这些有何用？我本来就不是大唐的人。那我问你，张妍妍是你杀的吗？那是他自找的。我只是跟他透露了太岁的功效，可是他贪心啊，非要去偷吃才给我机会的。作为复国大计的一环，他必须死。那我呢？啊，对于你而言，我也只是你的一枚棋子，是吗？那你也肯定清楚，你如果不杀我，我必定会去破坏你的计划。可是我没有选择，我是大唐的子民。王妃，只要你乖乖的待在这里，我绝不会杀你。事成之后，我一定放你走。王妃，
放开我！王妃，你为何要逼我？李飞白，你为什么要杀袁术？为什么？我要扒了你的皮！我查过了你的通关文牒，你是近几年才从外域来到长安的。你的通关文牒上写了你来自柔然国，但你根本就没有柔然人的生活习惯，你的文牒是假的。你是迦兰国的人吧？萨摩多罗，别忘了，你也是迦兰国的子民。你忘了，咱们的国是被谁灭的？咱们的家又是被谁破的？啊，是大唐！难道你就不想重建迦兰吗？没有国，我们一个个的全都是无主的游魂。唯一能让我活下去的动力，就是重新振兴迦兰国。人早晚都会死的，与其在灭国以后苟且偷生的活着，还不如为复国大业而亡。那我问你，你复国是为了什么？为了什么？为了迦兰逝去的子民，为了在战火中亡故的大哥和母亲。那你这不是复国，是复仇。我还记得，我小时候在迦兰过着那种无忧无虑的日子。我也记得，我躲在柴火堆里，眼睁睁地看着我的家人在眼前逐渐消失。没有人会比我更痛，也没有人会比我更恨。我常常在想，难道我们因为我们心里的仇恨，难道我们因为我们所谓的复国，就要去杀掉别人的母亲和大哥吗？就要让更多的人成为像我一样的孤儿吗？你问我恨吗？我当然恨，但是我更痛恨战争，痛恨一切打着国家名义残害无辜生命的行为。林大哥，不要再执迷不悟了，好吗？不知我者为我何求？我只恨大计未能如愿，天佑迦兰！啊！
拉下去斩了！陛下向天下宣告，是吴王妃因擅妒杀害了侧妃张夫人，如今已派人将阿史那都送回了突厥。这个事儿就这样结了？也许这样才是最好的结果。也不知那些迦兰移民会不会受到迁怒。哎呀，这个国家早就已经覆灭了。双叶。迦兰，也许此生只能在梦里回去了。启禀国师，令妃白折了，验明正身，即日处斩。这个案子还是萨摩破的。正是，若非他从中作梗，大唐和突厥已经开战，这个人必须处斩。愚蠢！萨摩是一颗棋子，没有他，复国大业不可能进展得如此顺利。此话怎讲？请国师明示。自始至终，萨摩都是我手中利器，替我铲除了无数障碍。我从黄泥章救出波斯人和赵匡国，为他们制定复仇计划，目标只有一个：兵部侍郎度良源。萨摩与李治相识不久，不想被卷入朝廷纷争。所以，当他意识到赵匡国假死，却未揭穿，我让波斯人服毒自尽，只是想给他们一个由头，尽快结案，好让赵匡国能伺机刺杀度良源。度良源是朝中最熟悉西线边防的将军，他死以后，大唐西线羸弱，给了我们长驱直入的可能性。国师英明。度良源死后，我安排心腹顶替兵部侍郎之职，遭到吏部尚书的阻挠。随后，大理寺开始调查灵猫杀人案，我派人杀了平康坊的雪儿，把线索引向刘尚书和他堂弟。调查过程中，大理寺发现刘尚书利用职务之便私通胡氏，索要并报一事。刘尚书被迫辞官。那群毛贼原本下药把人迷晕后实施抢劫，户主醒来后会认为是黑豹所为，没想到之后会内讧杀人。萨摩办案时居然敢服毒，让我意识到他对大理寺那些人产生了信任。李治那一刀没白挨。圣恩寺的僧人都是隋朝投诚的老臣，与李渊交好。新皇登基之后，他们惶惶不可终日。我派去搜寻藏宝图的探子被他们杀了。随后，我在朝中释放消息，让李世民对他们心生疑虑，派大理寺介入调查。案发后，虽然有小僧顶罪，但为了化解皇上的疑虑，他们不得不交出藏宝图，以表投诚之意。那张图在押送过程中已派人临摹，相信很快能找到藏宝之处。苏秀才休妻，在我的诱导下，琪琪对苏秀才下了毒，热毒封喉，窒息之际，用刀切割器官，试图求生，却死于刀伤。赵思南伏法后，他爹赵校尉被牵连，空出武备库的职位，自此，长安的武备库便落入我手。
走私军械也正是从这一步开始的。在我的安排下，东水村李正率领村民盗窃金库。案发之后，李正充当了替罪羊，掌管金库的太府司卿被撤职，盯上去的是个庸才，镇不住手下官吏。这个口子一开，朝廷财帛唾手可得。独子惨死，灵堂还魂。在我的诱导下，急于复仇的僧人了凡与杜老太太合谋杀人，被萨摩识破。杜老太太被发配充军，她在长安西南的3000亩山地落入我手，成了我们的驻军点。神头刘芳是我在长安的线人，常年为我提供坊间情报。案发后，萨摩看到了玉佩上的伽罗纹样，开始怀疑刘芳的背景。他居然还记得伽罗圣歌，让我很意外。古氏怨灵一案，我为冯玉制定了复仇计划，数名高官死于非命，职位空缺。我方有3个4品以上官员入职，大获全胜。保平谷阴兵过路，孟昭复仇也是我安排的。此案让兵部尚书陆明仕途终结，之后顶替他的是顾明章，此人有把柄在我手中，这颗棋子随时可用。刘员外儿子造孽，我为苦主制定了复仇的计划。结案之后，朝廷严查民间马贩，清除胡商，之后渠道和资源便落入我手。接下来，在新任兵部尚书顾明章的默许之下，大唐的战马供给就由我控制了。杜元山替我走私军械被盯上，只能牺牲他了。他死后，火枭落入法网。多亏萨摩，唯一对我们有威胁的官员也不存在了。邓维曾经治好过天花，这就意味着若有战事，我军就能利用天花作战。在我的诱导下，邓维用我给的药物毒杀了贾仲元。他死后，天花秘术便落入我手，可以在一夜之间让大唐军队彻底丧失战斗力。大唐与吐蕃关系缓和，对我们不利。在我的提醒下，吐蕃国君意识到玄武对李世民犯忌，于是有了之后的连环杀童案。结案后，吐蕃使臣被急召回国，这正是我与吐蕃修好的大好时机。户部林侍郎的案子，重点在那个大秦杨一。之前我高价聘请，遭到婉拒。案发后，他遭到牵连，严禁在长安城行医。我趁此机会将其拿下，为我军培训大批军医。太常寺郑少卿是皇上面前的红人，案发后朝堂上议论纷纷，他被迫辞官，顶其位的是我们的人，能与皇上朝夕相处，随时向我汇报朝堂内外的动向。信鸽能在开战时传达作战信息，但优秀的鸽种可遇不可求。我之前曾花大价钱向黎志桥买鸽子，但这呆子拒绝了我。于是我便诱导赵雷对他下手，引发了之后的一系列案件。黎志桥落入法网后，他的信鸽都落入我手。麻风病与天花一样，都能成为战时的武器。我派蛇师前往不周村，就是为了找到治疗麻风病之法。结案后，麻风病人的衣物、皮屑和那些沙袋蛇卵都落入我手。皮影师与侏儒复仇，涉案高官陆续横死，再次引发了朝堂震荡。结案后，我方有3名5品以上官员入职，自此我在朝中的布局已出现端倪。黑道上走私最盛的，除了咱们，就是东篱山庄，但他们有代王做后盾，很难撼动。幸亏有萨摩多罗，我才得以铲除东篱公子。此后，东篱山庄也落入我手，彻底垄断了走私渠道。林白案是萨摩离我们最近的一次。结案之后，我紧急撤离了长安西南所有驻军，我方损失了6名将士，愿神保佑他们的灵魂安息。城郊那块荒废的菜地有数个菜窖，是我用来临时存放军械的地方。戏班的人经常在此出没，只能想办法除掉了。木商张某手下有数百名能工巧匠，
把他除掉，那些工匠为我所用，就能为我军造出最强悍的工程器械。属下明白了。我安排令飞白做局，是想挑动大唐与突厥的战争，可惜败了。不过吴王从此失势，也给我们腾出了不小的空间。可以说，这些案子在萨摩的协助下，为我方争取了最大利益。国师深谋远虑，属下佩服。只是萨摩天资过人，精明狡慧，总有一天会意识到我们的存在。我做了这么多，就是在等待那一天的到来。毕竟，萨摩是伽罗的王子，也是我王唯一的血脉。灭国时，萨摩还小，不记事，只知道自己是伽蓝的子民。若能复活，继承大统的人也只有他。愿主神庇佑，让萨摩耶早日觉醒，燃起心中的清凉圣火。